父老去，别行。这可是你们说的啊！可是现在，我恨你。35岁，我老公背着我，跟他们公司的财务总监。我的老同学秦山走到了一起。16年前，我也青春逼人，现在青春不在了，我只剩下一肚子的怨气。我不能就这么过下去。秦山。我可以把我的老公让给你了。我现在放手了。林伟，你等一下，我有话还没说完。16年，我对你所有的爱，到今天都变成了恨。我必须要把这些都说出来，不然我会疯，会死。我不允许自己就这样被你悄悄抛弃。别怪我，用这种形式把你对我的伤害还给你。生日快乐！依莲，对不起，德总，扫您的兴。你们的10年的照片很感动，但结局没想到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对林伟的支持，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。我一直以为林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有底线，有原则。最近公司有些传言，我都没信，可我不多说什么了，今后的路还很长。
爸，您倒是说句话呀。不行，玉明，哎，你进去，跟依林说呀，在林伟那儿啊说句软话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去给林伟认个错，行不行？啊？不是爸，那我跟一凡呀，都已经劝过了，他俩那真是过不下去了。可他们不能离婚呐！你想想啊，以后依林一个人带个孩子，那怎么过呀？他是搞婚介的，他不会不明白这个小道理。玉明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是不是林伟在外头已经有人了？小沫啊，阿公姨父，哎，是不是饿了？不是姨夫啊，给你做饭吃啊。爸，来，您把东西给我吧。您要是累了，您就回屋呢歇会儿去。饭做得了，我叫您。我妈怎么没回来？啊，你妈呀，我妈回来，只不过你妈呢，可能今天回来的呀会晚一点啊。姨父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说，我爸我妈是不是离婚了？你知道什么是离婚了吗？知道，就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，很严重，有多严重？就是非常严重。小沫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特别怕他们两个离婚呀？我不怕，因为他们离婚了，我还能见到他们。那你为什么这么问我呀？因为我怕他们见不到了。是不是没吃过姨夫做的饭呀？今天姨夫呀，好好的给你露一手啊！但是呢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一会儿咱跟外公吃饭的时候啊，在饭桌上，你呢得使劲的把菜跟饭呀都吃干净了，这样的话，外公才高兴，好不好？我爸怎么样啊？还行。小莫呢？睡了。谢谢你，老公。你看你，哎，那个，你姐怎么样？就那样呗。16年了，感情和青春都投入了，自己什么事都放一边，所有事都是为了林伟跟小莫，结果什么都留不住。要是有一天，我也因为相信你而付出代价，我也认了。来，
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不是电话里跟我说要跟我谈小莫的事儿吗？那就谈吧。既然都说到这一步了，那咱们也都别藏着掖着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让我把小莫带走吧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会把小莫给你呢？这个问题连想都不用想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。是，我是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。我只是觉得咱们俩分手以后，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太不容易了。家里的房产、现金你都可以拿走，我就只想把孩子带走就行了。你听说哪个孩子跟后妈在一起能生活的幸福呀？小莫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他从小到大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照顾。他已经习惯了跟我生活在一起，而且我们俩之间没有必要较劲，要想到孩子的感受。我不想让他因为这件事情改变他自己的生活环境。不过有一点你放心，你永远都是他的爸爸。这个我是清楚的。16年的感情，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。我知道所有的错都在我，我活该。但是我真的一门心思的想回归这个家庭，我希望我们的生活还能像以前一样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会那么做，咱们俩之间起码的唯一的一点信任都没有了。我承认，那件事情是我的错，但是也不足以是能让你跟秦山走到一起的理由。行了，都已经过去了，别再说这些了。既然我们已经谈好了，也已经这么决定了，那咱们就痛快点儿，明天就去民政局把事儿办了吧。就明天。我先走了。你说这人心还真是隔肚皮哈！以前林伟哥看起来那么好，现在怎么就……不过这么一想吧，我现在好像也没有这么讨厌这房子。家嘛，肯定越看越好。
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你了。真的？假的。不可能，你的眼睛就出卖你了，我知道是真的。哎呦，我一会儿得给林伟同志打个电话表示感谢，这反面教材做的太好了。你神经病吧你！不瞒你说，就刚才你那么一说吧，我好像还真有点犯神经。你说不讨厌我，那是不是就是很爱我的意思？你要是很爱我，就这脚洗完了，它就是香。别闪着孩子，这水有点凉了，给你加点热的。你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走了。哎，依林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不想听。那我送你行吗？我向你保证，我什么都不说。10多年了，咱们两个终于在一起了。明天你就搬过来住吧。青山，不是都离了吗？怕什么呀？公司那边的同事，我想过几天也就忘了。咱们俩的事儿，公司上上下下几乎全知道。我们又在同一家公司，今后抬头不见低头见。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挺别扭的。其实我是想，我不辞职。让你失望了。我从来没打算过让你辞职。我话都没说完呢，你想都不想，你居然让我辞职。我也没想让你辞职啊。我们这个行业就现在这个公司最好，而且你现在已经做到我们这个区的销售总监了，往上还有总部。你辞了职，你去哪儿？有我的条件，我不愁找不着工作。你是不愁找不到工作，薪水有可能也不比现在的低，可是发展空间呢？你想过没有？你一进中小型企业，就会做到最高层的天花板位置，那往上还能去哪儿啊？你才30几岁，往后你还有20多年要奋斗呢，那以后怎么办？就守着那个天花板过20多年啊？让你走你舍不得，让我走呢，你又怕我今后发展不好，那你到底要我怎么着啊？我不是嫌你发展不好啊，我也不在乎你挣多少钱，但是我太清楚
一个长期在天花板待着的人是个什么状态。我不喜欢那样的男人。深深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能够满意呢？我们都留在公司，一起做到总部。我这个人就这样，可能别人呢喜欢中高层的感觉，而我偏偏就喜欢后面还有一大段路要走。我想你也是这样的。我还以为我们今天要聊的，你要跟我谈的，我还以为是咱们今后怎么生活，咱们今后怎么过日子，没想你谈的全是这些东西。我不是江一林，他能放下的，我做不到。青山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是真的爱我吗？我爱你呀，我当然爱你了。正因为我爱你，我才不想成为第二个江一林，一个不懂得自我和婚姻之间平衡的女人，被沦为弃妇的故事，我不想再上演了。林伟，你为了我放弃10几年的婚姻，那你应该清楚，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够抓得住你。你家那串钥匙也用不着了，就扔了吧。爸。乖吗？妈妈，我又快输了。小莫，棋不下了，去做作业去。你的事儿都办完了？办完了好，办完了就踏实了。从今往后啊，就带着小莫，好好的过日子。还是住回家里来，就像你们小时候一样，我给你们做饭、刷碗、收拾屋子。你们住回来呢，我这儿也热闹了。爸，对不起啊。我让您失望了。不过您不用担心，我没事儿。跟林伟的事儿也不是1天2天了，我有心理准备。小莫，妈妈可以进来吗？宝贝，爸爸和妈妈今天分开了，以后就是妈妈带着你了，行吗？行吗？
以后能让你生活得更好。爸爸其实一直都是爱你的。如果你想到了，就跟妈妈说，妈妈可以带你去见他。你跟爸爸之间的事情，妈妈不会干涉，好吗？小莫，妈妈知道你很伤心，可你是个男子汉，妈妈不想让你哭。你就别去了，好吧？哎，那个哥，要不麻烦您给劝劝。行，我去看看。哎，您别走，等我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电话也不接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跟我说，面对大海，可以忘掉一切烦恼。你现在好点了吗？我妈妈刚刚去世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到海边来，每次我都会用手紧紧握住一把沙子，就想使劲儿把这沙子握住，就好像能留住我妈妈。但是每次沙子都会从我手里漏过，我越是想要紧紧地抓住它，它就会漏得越快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有一些不是属于我的东西，一定会走的。你这不想得挺明白的吗？走吧。但是等我渐渐长大了，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我怎么就给忘了呢？怎么就忘了呢？还想一个劲儿使劲儿地抓住。对着我这个失败的女人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可怜呢？你干嘛要这么想啊？这件事情你从头到尾一点错都没有。别再琢磨这个，明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放开我！男人怎么会
会都这样？这么好的家，为什么不要啊？日子为什么不过下去？现在想来同情我、可怜我是吧？我不需要。依林，放开！我不要你安慰我。如果要是你觉着热的话呢，我这边有凉水；要是觉着凉的话，这边还有热水。以后你要是对水温有什么要求，提前跟我说，我好准备。傻啦，不知道我叫谁呢？就是有点突然。要不你也一起泡？我给你洗就行了。没事儿，一起泡吧。快点啊！小韩啊，来电话了，说呢，让你别往心里去。今天这事儿呢，跟你没关系，都是他自己啊不注意。对不起。你还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？我还没来及跟你说对不起呢。不是，你今天说的话，我想了一下，说的挺对的。我现在啊是不够有信心。之前跟你赌气离婚，让我们这段感情陷到更大的困境当中。后来回来以后，就想要换一种处理方式。一开始吧，我还挺有自信，我能处理好的，也自以为自己挺大气的。后来时间一长，我就越来越装不下去了，觉得挺害怕的，就怕我们的感情再受到伤害。笑什么呀？很好笑吗？你突然间这么坦诚的跟我说话，我倒有点不太自信了。我知道小韩的事儿啊，让你心里不舒服了，但是你刚才能这么坦诚认真的跟我说这番话，我突然间觉得咱俩呀，还是可以坦诚相待的。我是怕我们谁也不说，都不沟通，到最后会有更多的误会，等到想解决的时候，都来不及了。我觉得在感情这个问题上，你做的对，就应该这样，就应该呢，积极的去面对。因为我不想变成我姐那样。说着说着吧，就又来了。哎，别那么悲观，行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小韩啊，住院这么长时间了，没人来看他。他爸妈不知道啊。其实呢，他也不愿意别人啊知道这件事儿。他5岁的时候，他爸妈就离婚了，他呢就没人管了，奶奶呢就把他接走给带大了。后来爸爸妈妈又各自有了新的家庭，带着他呢又都不太方便。奶奶去世以后啊，他就更没人去关心他了。所以我就想呢，你说他现在这样哈，无依无靠的也没人管，也不知道呢以后能不能站得起来。你说如果这个时候我都不管他了，他不是就
更没信心，更郁闷了吗？所以我不管小韩之前怎么跟我闹，我都没说不管他，就是想呢，让他多一些希望，多一些信心。你看啊，要是站在一个普通朋友角度来看，你也不希望你老公是一个没人情味的人呀，啊！但是道理我都懂，我现在结婚了，我有老婆，我有家庭，那我也得考虑你的感受啊。所以我想好了，我想呢，我找一个机会，我到时候跟小韩呢，好好的说一说。所以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的，好吗？你今天头磕哪儿了？你给我看看呗。就是，哎呦，疼，我气大爆了都。哎呀，那我抱你一个啊，别生气啊。哎呦，38度7，烧的可不低呀。妈妈，喝点水吧。哦。妈，你太没出息了。妈妈怎么没出息了？我都没事儿了，你还这样，怎么样？我过得更好啊？你听听，小莫都看不下去了。我实在是太对不住你们这一老一小了啊！知道就好。功课做完了吗？还有一点。快去做完了。阿公，交给你了。哎，好。林伟这口气是出了，但是离婚这种事情恢复起来，总得需要一个过程。是。原来我没觉得，还以为我自己能扛得住。但真正离了以后，才发现，原来这16年我的生活重心都在他跟这个家上。突然现在一下子什么都没了，好像塌了一样。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是啊。对了，你小的时候啊，爸爸没少带你去海边，你总是哭啊哭啊，你没少哭啊。可你后来呢，慢慢就不哭了。等你不哭了以后啊，学习成绩就开始好了，和其他小朋友的关系呢也开始好了。爸爸什么意思呢？林伟的这件事情啊，毕竟已经过去了，过去的事情就应该把它放下。等你把它放下以后，看问题的角度啊，就会发生改变。到那个时候啊，你就知道该怎么生活了。爸，您说我那个时候从哭到不哭，用了多长时间？哎呦，这我可回忆不起来了，时间太长了。小莫说的对，我是有点太没出息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排毒养颜，只有先排了毒，然后才能够养颜，这是谁也跳不过去的一个过程。排毒养颜。原来听您说话，我觉得特啰嗦没重点，没想到今天江校长说的话还挺有趣。从今往后，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，就是别像今天这样玩消失就行了。谢谢爸。爸啊，我有点困了，还想睡觉。这就对了，想睡呢你就睡一会儿。明天呢，我再到医院去，给你取点药啊。
怎么样？还疼吗？有点儿，这护具啊，又重新戴上了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一码归一码。再说昨天是我坚持要走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大夫昨天怎么跟你们说的？他说，你再辛苦几个星期就好了。你们别骗我了。干嘛那么悲观？脚不都能动了吗？嘿，你这真心话还是假慈悲啊？你要认为这是真心话，那就是真心话；你要非认为这是假慈悲，好歹也是慈悲嘛。哼，骨头汤。下回不想喝骨头汤了，真的喝腻了。行，你现在是老佛爷。哼。一凡，一凡，哎，爸，你怎么跑医院来了？我来帮你姐呀取点药。哦，你先别管我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谁住院了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雨明跟我说了，说你们已经和好了。既然和好了，就好好的过日子吧。你这叫好好过呀？我再好好过日子。你在什么好好过呀？再者说了，谁听说过现任妻子去照顾自己老公前任女朋友的呀？啊，你是不是担心你姐，又担心你爸爸，才这么委曲求全的在人家家里过日子呀？你想的有点太多了吧？你还笑得出来？我都想替你哭。实在不行啊，你也跟我回家来住，爸爸还照顾得了你们。你不能够为了你姐，为了我，就在人家家里憋屈着过日子。我没憋屈啊，雨明现在特别好，真的，他特别好。再说你也不能保护我一辈子呀。你结婚过婚姻生活，不就是遇到问题就得去解决吗？我这要跟你回去了，那不就是最差的一种解决方式吗？再说妈临走之前，不也是希望我们能幸福吗？你都知道了？对啊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哎，反正我就知道了。那你觉得你现在就好吗？好不好都在我自己。爸，您呢就别操这个心了，回去照顾好姐就行。是啊，你们都长大了，爸爸能管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。再者说了，爸爸不是万能的。是啊，你看你白头发又变多了，所以别操这心了，真的。哎，聪明姐现在对你怎么样啊？还去买那些保健品吗？爸，你管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哈哈，你别问这，赶紧跟姐送药去吧，咱我送你回去。好吧，谢谢。哎呦，我说，你这肚子都这么壮观了，还到处瞎溜达呢？你说我挺着这么大肚子才操心点事儿，我多仗义啊我！怎么办？依林那边又出状况了？感冒了，没什么大事。哦，你们现在就让他多开心点。哎，我说你现在多好一机会，你按兵不动，是不是要把我急死啊？你赶紧出手啊！这会儿出手，是不是有点乘人之危啊？错，这叫雪中送炭。依林姐现在是最需要关心的时候，也是最怕谈感情的时候，所以你要拿捏有度啊。这对你来说不难吧？搁以前嘛，当然也不难，而现在放在依林身上吧，好像还真是有点难度。果然是真爱呀！这不是要请你帮忙吗？行，给你支一招啊。你觉得依林姐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休息、疗伤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我可以给她时间。你说的都对。但是呢，依林姐现在的状态，她很快会走出这一步。我觉得她现在最需要的是工作。这个我已经帮她问好了，会计师事务所。她原来不就是从事务所出来的吗？我想她肯定愿意从那儿再重新开始。
果然是情场高手嘛啊！这话怎么听得这么别扭？我看你这婚后生活是一天比一天滋润的啊！那是必须的，全是感动，全是惊喜，你就羡慕吧你。对我们单身汉，你能不能别那么嘚瑟呀？咱点人品。苦啊，像生活一样。哎，你感冒要是好了呀，就出来坐坐，透透气儿。妈妈，你坐一下，给你表演魔术。哟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变魔术了？老公。哎，来了。1、2、3，走你！当当当，变出钱来了，多俗，妈妈不喜欢。我的魔术怎么可能会俗呢？老公。来了。看好，这是钱。走你！当当当。这还行，还会别的吗？当然啦，老公。来了。1、2、3，走你！当当当。小船，妈妈送给你。妈妈不会变啊。你就完成最后一步，很简单，把船打开。船打开。哇，宝贝儿，你怎么考得这么好啊？真棒！但是啊，不许沾沾自喜。不会的，魔术怎么样？为了练好魔术，逗你开心呐，整整在他姨父那儿啊练了1个星期。真的？真的。哎，妈，我最喜欢看你笑了。妈妈呢有一些垃圾需要清理一下，给妈妈点时间啊。就咱俩人还整杯酒干嘛呀？谢谢你，谢谢你对小莫那么好。孩子现在特懂事儿，每天都在哄我。以前呢，总把他们当孩子看，老觉得是我们大人在照顾他们。但是现在才意识到，别看那么小个人，能量还挺大。是他现在啊，可懂事了，我特喜欢他。刚刚跟那位办完离婚，我的确有点找不着北。可是现在每天看着我儿子，觉得心里特踏实，他才是我最重要的。所以为了他，我也得让我自己强大起来。来，玉明。哎。你教小莫变魔术，你自己也费了半天劲吧？没有，我多聪明一人呀！谢谢。哎，举手之劳，真的。我觉得你变了，好像比原来担当了。我妹妹没白回头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让您失望了。之前常陪我来看你的那个人，以后不会再来了。爸爸为了我的事儿，最近都瘦了。平时那么爱说话的一个老头儿，现在话特别少，只见着他对着您的照片一个人叨叨。回头您就劝劝他，让他想开点儿，保佑爸爸平安吧。我挺好的，妈妈，不用担心我。小的时候跟爸一起，每次爬到这儿，总觉得好高好高。小时候多少好玩的事儿啊！嗨，
吓我一跳。哎，以后得把日子过得漂漂亮亮的。我要把原来的江一林重新找回来。江一林，江一凡，你在哪儿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家里的钥匙，我留着也没啥用。你扔了吧，反正门锁我迟早要换的。找我就这事儿啊？还有别的吗？我想见见小莫。你之前没跟我说呀，他也没说要见你。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尊重孩子的意愿。依林，你该撒的气也撒了，我也辞职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不是秦山辞职了，恭喜你啊，终于找到一个比我聪明的女人。依林，你能不能别提秦山了？我就是想儿子了，我想见见我儿子，行不行？以前每天早上上班，晚上回家都能见着他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能别这么没劲吗？当初是谁呀？我带着儿子去公司楼下找你，你根本就不见我们。小莫都喊成那样，你还装听不见？怎么了？在哪儿受委屈了？非要在儿子这儿找温暖？对了，正好告诉你一声，你的微信我已经删掉了，以后别有事没事给我打电话，跟孩子有关的事情可以直接跟我发信息。来，小莫，尝尝妈妈做的鱼。你先吃起来。哎呀，没外公做的好吃呀！不会吧？真的假的呀？那你们俩就贿赂我，谁贿赂的多，我就把最佳厨师颁给谁。还要评奖啊？那你说吧，怎么贿赂你？我要一个像以前一样动感、高兴的妈妈，还有一个像以前一样特别话痨的外公。那好，外公现在就宣布，妈妈从现在开始有动感，就特别高兴。外公呢，从现在开始呢，也话痨。我现在就话痨。啊，我开始话痨了啊！就这条鱼啊，劲儿可大了，拼命着跑啊，我就拉住它呀，那钩都差点折了，线也差点断了。呵，它劲儿可大了，它跑啊跑啊跑，我就拉着这个杆儿啊，那鱼钩都差点被它拽跑了，鱼线也……啊，外公，干杯干杯！来，干杯干杯！
贝，妈妈答应你，从明天开始就动感，就高兴，好吗？那你要怎么动感？去建材城，去逛家具店。你要换房子呀？爸，哪有您说的那么夸张？我就想把屋里的装饰，还有家具什么的，重新摆摆，重新换换。过去都是别人说了算，现在不是好容易，我自己能做自己的主了吗？那就捯饬捯饬呗。为妈妈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喝了它。这是我在等你。我知道我们在生活方向和方式上是有分歧。我去了一家小公司，还是干销售总监，一去就是天花板。这一点你说对了，我也许真的不是你想要的那种人。你是，我也未必不是你想要的那种人啊。只是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活，你可能还不适应，因为跟你以前的生活可能差得太多了。就怕我适应了你的生活以后，咱们俩之间的距离会越拉越大。我知道咱俩都是不容易妥协的人，我们都各让一小步，行吗？你去哪儿，你干什么，我以后不参与了，我不管了。但是也请你试着慢慢接受和我在一起的生活，好不好？别放手，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的。别走，行吗？你不是要去新公司了吗？这是给你的礼物，看看喜不喜欢？别走，好吗？他不是电话喝腻了吗？然后给他泡枸杞汤。对啊，今天外面风是挺大的。放心吧，没淋湿。老公，那我到了，我先进去，我不跟你说了。拜拜。我来了。最近这天儿特别奇怪，雨说下就下，下来还停不了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怎么了你啊？没事，风湿老毛病。你都这样了还没事？我去给你把医生叫过来吧，这我也不敢碰他。我这是旧伤，很多年以前受的旧伤，一下雨就痛。哎呦，等太阳出来就好了。哎，一凡啊，你上那个雨生微博，看看他还要待几天呀？让他赶紧去非洲大沙漠去。哟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别开玩笑了。我没开玩笑。哎，我知道有一款膏药治风湿好像挺好的，要不我给你弄2片，你试试。哎，你别透了，现在腰上的东西还没切下来呢。也是，那怎么办呀？如果说喜欢那我给斯坦一下。好的。来，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喂，一凡。哎姐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是能治风湿骨痛的？那得贴膏药吧？膏药不行，他现在腰上贴不了，身上带着护具呢。哦，
要这样的话，那就应该得热敷。哎，最简单的办法，你呀就弄一个热水袋，你就不停地给它换热水，一直要敷下去，这样应该就能起到缓解的作用，好吗？哎，好，你先试试吧。哎，好，欢迎光临。哎，看一下床跟床垫都有。好，我们这边是专业做床和床垫的。哦，床垫是德国原装进口的，这可以试试吗？可以试看看啊，可以感受一下。这还行吧，烫就说啊。一夜不归宿，王玉明同意吗？不同意也得同意啊。我姐都说了，你这种情况到晚上会更疼。他不来了？他忙着呢。你回去吧。回去，你腿就不疼了。哎呀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就想让你快点好起来呗。没见过对情敌这么好的。你是假装的呢，还是真不讨厌我？说实话，之前跟你斗，就没想过要讨厌你，我其实还挺欣赏你的。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手下留情。那也得等你站起来再说呀。我能站起来。行。我说的是真的。知道。你知道我的旧伤是怎么来的吗？现在先别说这个了吧，赶紧睡吧。我爸妈离婚之前吵得特别厉害，抱起电视就砸，结果就砸我腰上了。后来他们就离了，把我送我奶奶家，我就开始做各种不靠谱的事儿，打架、砸窗户，我都干过，就是想让他们注意到我。他们只顾着自己的新家，只知道骂，后来骂都懒得骂了，见都不见我，那我就更疯了。倒不是还想引起他们的注意，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刺激，让我忘了我有多恨他们。慢慢的，我也就喜欢上了这种活法。接着说啊，怎么不说了？还以为你不想听，走了呢。听着呢，说吧。我没什么朋友，他们都怕我，就王一鸣不怕。我奶奶去世以后，我就只有他了。我想跟他结婚，可是，一想到我爸妈，我就对家特别惧怕，甚至有些厌恶。我想，那我们就跑吧，去过另外一种跟家没有关系的生活。结果我们还是没能在一起。直到这次受伤，被救出来之前，昏迷了半天，我以为我死了。我看见了我奶奶，我奶奶跟我说，看，活着多幸运呀！如果这次你能活下来，你就别再怕，也别再恨，回去跟雨明好好过日子。如果再不好好过，怕是以后也没机会了。这次受伤回来，他一直往医院跑，被人照顾久了，
忽然觉得自己没有以前那么彪悍了。我就是个普通女人，我身边需要这样一个人。这个人，没有谁比王明明更合适。开始讨厌我了吧？太不知恩图报了。不会，我很理解你啊。你别同情我了，没用。就算有用，我也不会同情你的。赶紧睡吧。